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暗线穿珠局。这个局呢是千门36天局里面最搞钱的3个天局之一。你要把这个局搞透了，搞钱那都是手到擒来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局现在用的最好的偏偏不是中国人，而是犹太人。为什么犹太人能在欧洲和美国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穿梭的如鱼得水，还能搞这么多钱？全都是因为把这个局运用的炉火纯青。要把这个局说清楚，我们就要回到宋代去说一个故事。话说宋代有一个商人叫李富贵，这家家主呢10代单传，老来得子。以前呢靠着祖上的一些福德，日子过得一直很不错。但是儿子一出生呢，家里就开始经历了很大的变故，整个家族就一直在走下坡路。一方面政治环境非常不好，朝廷里面苛捐杂税特别多；另外一方面竞争对手也很恶劣，各种明争暗抢。最大的问题是土匪横行，商队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做生意，一去外地运货就被抢。偏偏是这个局面呢，祸不单行，儿子在押货途中被当地最大的黑帮三湖帮绑架了。然后三湖帮写了封信给李富贵，说你要么用3万两黄金来赎，要么7天以后你就见不到你的儿子了。李富贵当时是心乱如麻，当时那个年代生意本来就不景气，哪里去搞这么多银子去赎儿子呢？所以当时的李富贵灵机一动，就设下这个暗线明珠局。他是怎么玩的呢？首先他知道当地的知县有个女儿，今年年方正好16，所以他把家里所有的家产去置办一个还算是拿得出来的聘礼，然后找到知县跟知县说，您的女儿呢也到了出嫁的年纪，我的儿子呢是当地最有名的布商的大股东，同时也是当地最大黑帮三湖帮胡老大的义子。咱们两家要是这门亲事成了，您不仅可以负责牛油，而且你还能解决当地的匪荒问题。当地的知县呢思索再三就答应了。之后呢，李富贵又拿着知县的提亲书去找到当地最大的布匹老板李老板，又把之前的话术重新演了一遍。对于李老板来说，又有知县的背书，又有黑帮的支持，这种事情傻子都会做决策的。所以二话不说，关于股份的问题，两边就签字盖了章，然后顺理成章，李富贵的儿子就成了李氏布商的大股东。于是最后一步，李富贵拿着知县的提亲书和还没有焐热的李氏布行的股权凭证，直接就找到了三湖帮的胡老大。胡老大呢以为他是来交赎金的，结果李富贵说他1分钱都掏不出来。胡老大这个时候立马就火了，40米的大长刀瞬间咵就抽出来了。但是呢，李富贵底气很足的把2张纸甩在了桌上，然后告诉胡老大，我儿子是知县的女婿，也是李氏布庄的大股东，你抓了他是你们的缘分。现在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拿3000两黄金走，这点钱对我来说是小钱，要么干脆你收他做义子，这样咱们2家黑白通吃，又有最大的商铺做保证，后面有多少钱可以赚，你自己可以算一算。对于胡老大来说，他也不傻，所以就这样，李富贵通过暗线穿珠局，把硬生生的一个死局给盘活了。这个故事听上去有点荒诞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实生活中能发大财的，都是能把这个天局用到极致的。以色列为什么能在欧洲和美国横行无阻？不就是当时去忽悠欧洲那些贵族，说你跟我混，我就让你发大财，然后10个人给了他钱，里面有1个只要发了财，就变成了幸存者效应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都把跟着犹太人能发财这个事情说成是真的了，然后拼了命的去跟这些犹太人送钱，让他们去开银行吗？不然你们以为罗斯柴尔德、摩根大通这些财团是怎么出来的？为什么大老鹰心甘情愿去当以色列的儿子？我再给你们说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，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做律师的，他挣钱有多容易呢？闭着眼睛就可以把钱挣，你们根本想不到。他做的业务是催债，然后每天就跟这些债权方打电话，反正说自己手上有什么黑色的白色的各种资源，无非就是你把这个业务交给我，我把钱搞回来，你跟我分点成嘛，分成比例的，按照催债数额的大小是可以谈的。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呢，他反正想这个钱放在外面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反正也收不回来，你既然关系这么硬，那就交给你试试呗。然后呢，这哥们就给欠债方发律师函，内容也非常简单，限令于7日之内把钱还回来，不然我怎么办。那么重点来了，我问他，你这个律师函发出去，如果欠债人根本不理你怎么办呢？这哥们跟我说，只要我把我背后的背景吹得足够大，有足够多的债主请我来做这件事儿，我这个律师函给欠债人一发，这些欠债人不是所有都是顽固分子的，也有胆子小的，然后他只要抓住这些胆子小的软硬兼施，多多少少都能要回来一些钱，而他只要能要回来钱，就能按照固定比例去提成。然后我问他那些强硬分子怎么办呢？打死不给的。他告诉我，那就算了呗。大家能听明白吗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，只要说透，你也会觉得不过尔尔。但是这个里面真正的问题在于暗线穿珠局，首先你得胆子大，其次你要真的有把这些资源给盘活的本事，不然一个天局如果搞砸了，可能所面临的就是天道的反噬，身败名裂，甚至是锒铛入狱。所以天局虽好，但是有多少本事干多大事儿，可千万不要硬来哦。我是99，今天就说这么多。